大家好，我是罗乙，欢迎来到罗乙时间。今天我们来探讨 DNA 亲子鉴定是怎样找到祖先的。DNA 亲子鉴定又称为亲缘鉴定，它是分子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成果。DNA 亲子鉴定的原理是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计算去追寻亲缘关系。今天 DNA 亲子鉴定在全世界普遍使用，其权威性在于人体 DNA 编码的事实与数学计算的结果。DNA 亲子鉴定有3种方法，一种是 Y 染色体 DNA 亲子鉴定。我们都知道，只有男性有 Y 染色体，所以 Y 染色体只能是父系遗传。在 Y 染色体上寻找相同的位点，我们常常强调的是相同的位点。相同的数目的编码，不但可以鉴定父子的关系，还可以鉴定上下10几代的父系关系。那么，可不可以鉴定更远的父系关系呢？当然可以。科学家在1995年提出的亚当理论，就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DNA 亲子鉴定的第2种方法是线粒体 DNA 亲子鉴定。在我们人体的细胞中，有细胞核和细胞质。细胞核里面有我们的23对染色体 DNA， 在细胞质中有线粒体 DNA。线粒体 DNA 只能母系遗传，可以在母女间代代相传。在线粒体上寻找相同位点、相同数目的编码，可以做母系亲子关系的鉴定，也可以鉴定上下10几代或更远的母系关系。1987年，科学家就是在线粒体 DNA 上面寻找到了我们全世界人共同的老祖母。这就是有名的夏娃理论。亲子鉴定的第3种方法是常染色体 DNA 亲子鉴定。常染色体来自父母双方，在常染色体上寻找相同位点、相同数目的编码，不但可以鉴定出孩子的亲生父母，还可以鉴定出离我遥远的祖先，乃至最早的第一个人。我们来看 DNA 亲子鉴定证物的来源。从这里我们看到，证物的来源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广泛。因为每一滴血、每一根毛发、每一星点黏膜都可以做亲子鉴定。因为在我们人体的几乎每一个细胞中都有23对染色体所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我们来看一个 DNA 亲子鉴定的实例。这是一个常染色体的亲子鉴定图，是一对父母和3个孩子的亲子鉴定。我们知道，亲子鉴定的原理是通过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的计算分析来追寻亲缘关系，所以是非常严格的。而常染色体亲子鉴定呢，是鉴定我们人体的22对常染色体，就是在我们的细胞当中，每对2条，一条呢是来自父亲的精子，
一条是来自母亲的卵子。所以在孩子的常染色体当中，如果和父母有关系，它一定有一条和母亲的是相同的，有一条和父亲的是相同的，不是说就是位点是相同的，特定的位点啊，特定的位点是相同的。还有就是它的序列是相同的，序列非常重要。在这里序列是谁？是 TCAT， 这4个编码是编码序列，它不是乱码。我们说过，它是序列，是编排过的，是有特别的信息的。这个 TCAT 就是序列了，就是编码序列了。所以每一个位点特别重要，就是说它必须和它是相同位点。你像父亲的，在这个位点上有11个编码的重复，那么在这个位点上14个编码的重复，序列的重复。那么他在其他的，他和他相同的，如果是他的孩子，一定也是在相同位点上有相同的重复。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相同位点的相同重复。TCAT 是一个编码序列，那么这个编码序列呢，在父亲的这个位点上面有11个重复，在这个位点上有14个重复。这是2个不同的位点，一个呢是来自他的父亲，一个来自他的母亲，也就是他的2条染色体上有，在他的位点上面有11个 TCAT 的重复，在另一条染色体这个位点上呢有14个 TCAT 的重复。这是父亲的，他的这2个是一个来自他自己的父亲，一个来自他自己的母亲。那这个母亲的这个这个2条染色体呢，同样的，在一条染色体的这个位点上有 TCAT 的8个重复，在另一个染色体的这个位点上呢，有 TCAT 的12个重复。这个重复是指的 TCAT 这个序列编码序列的重复。好，母亲的这2个也是他一个来自他自己的父亲，一个来自他自己的母亲，这就是父亲和母亲的2条染色体。那么如果要鉴定他的孩子，那他的孩子的染色体一定要有和他们相同的这样子的编码重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孩，第一个小孩在一条染色体的这个位点上，这个位点和谁一样呢？和他妈妈的相同的位点上，而且有相同的12个编码序列的重复 TCAT 的重复。在他的另一条染色体上呢，在这个位点上和他父亲的完全相同的位点上有14个 TCAT 的重复。那就是说他有一个是来自妈妈，有一个是来自爸爸，而且是在相同位点上有相同的重复，那就是这一对父母的孩子。那么第2个孩子呢，我们来看第2个孩子在和妈妈的相同染色体上有相同的位点上有相同的8个 TCAT 的重复，在另一条染色体上呢，和父亲的相同染色体、相同位点、相同的序列 TCAT、相同的重复数14，完全相同。它是每一个位点都是相同，这一点非常重要。每一个编码的位点，这一点很重要，有14个重复和它一样的。那这个孩子呢，就是这一对父母的，他有一条是来自父亲，有一条来自母亲，而且是相同的位点。第3个孩子呢，在这一条染色体相同的染色体、相同的位点，和父亲相同的序列、相同的11个重复，也就是说和父亲完全是相同的。相同染色体，这所说的相同就是相同号，1号、2号一直到22号嘛，相同的号。比如说，如果是这是1号染色体的话，那它是1号，它也是在1号，而且是在这个相同的位点，而且是相同的序列，然后是相同的
11个重复数，那这个就是从父亲那里来的。那么它这个呢，就是说和母亲的染色体是相同号、相同的位点、相同的 TCAT 序列，然后是相同的12个重复数，完全是相同的。在亲子鉴定里面，把这个比方说这是8个啊，你看这是一个8个重复吧 ，TCAT T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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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个重复，这8个重复哈，把它是看作一个遗传标记，看作一个遗传标记。因为遗传标记不是说像我们刀子画一个印子那样的一个标记啊，一个记号，不是这样的，它是这么严格的，这么多的编码，8个短序列重复，才看作是一个标记。所以那这里像这个11个重复，这是一个标记；14个重复也是一个标记，我们看作一个标记。所以这个孩子呢，他的这个和妈妈的相同的地方是有同样的标记，和爸爸这里有同样的标记，对不对？那这个孩子也是和妈妈的8个重复是同样的标记，那么和爸爸的14个重复同样的标记。你看这里面有多少相同？要相同的染色体，要相同的位点，要相同的序列，要相同的重复数。这还没完，好，这做完以后呢，才只是一个点的测试。亲子鉴定一般需要测10几个点，一个点是不够的，一个点不能就确定是他的孩子。那么一般来讲，要10几个这样的测试，才能够最后确定是还是不是父母的孩子。所以亲子鉴定是非常严格的，它的严格就在于编码的解码。我们刚才说的 TCAT 必须是在相同的染色体，必须是相同的编码序列，必须是相同的重复数，这就是解码和数学这两点来确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在这种亲子鉴定的这种 DNA 编码代码的重复，把它称作短串联重复序列，短串联重复序列。所以这种亲子鉴定呢，常常把它简称为 STR 啊。STR 通常是2到5个编码序列的重复。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 TCAT 是4个编码序列，常常是2到5个，所以有的是2个，也有3个，这是4个，还有5个，2到5个的编码序列的重复。你也不要小看它，它是鉴定几百年类遗传关系的特征标记。所以 DNA 亲子鉴定现在是非常的有权威的，它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前面看到的一个常染色体的亲子鉴定图，我们看到那是一个测试点，一般要多个测试点才能够确定。那像形式鉴定就更多，常常都是15个甚至更多。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相同的标记，实际上我们说过，它不是一个画一个印子，实际上是相同的编码。所以相同的编码，就是说，如果说我和我父亲的编码是相同的，那相同的编码多少个相同的编码是 copy 而来，复制而来，而不是随机自然产生的呢？那我们就来用30个编码来为例。因为实际上一般我们前面看到的就全部都超过30个了。你比方说 TCAT 的那个8个重复的，4×8=32，也有32个编码。
所以我们用两组，这是两组30个编码，而且完全相同。这完全相同的两个30个的编码，它是随机自然的产生的，就是说这30个是这样子排列，那这30个呢是随便产生就跟它一样的，还是复制 copy 来的呢？我们这样讲是不行的，我们要用数学来计算一下就知道了。我们用中学指数公式计算，看 ATCT 4态码随机出现的概率有多少。那一个码呢是1/4的概率，两个呢是4的2次方，就是16分之一的概率。那30个呢？那如果计算起来有点麻烦，我们就用换底数学公式，就比较清楚，比较容易计算。那最后结果是多少呢？是100亿分之一的概率。100亿分之一的概率说起来有点抽象，我们具体看看啊。具体看看呢，就可以知道这样一个100亿分之一的概率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每个星期你买一张6合彩啊，买一张奖券，每周买一张，你呢每次都中奖，而且呢你是在1亿年中，也就是每年每周你都中奖。这可能吗？因为真正的买奖券的那个中奖率是2亿分之一，而这个中奖率的话呢，是多少？是100亿分之一，这样一个概率。也就是说，你在1亿年当中，每周买一张奖券，你每次都中奖。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对吧？所以那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一切长于30个编码的相同序列都不可能随机产生，只可能是复制而来，只可能是 copy 来的。所以这样子就说你在做亲子鉴定的时候，你的标记和父亲的母亲的是相同的，完全是相同的编码数，你是 copy 他的来的，从他那里复制来的，所以这也就是有亲缘关系，这也就是亲子鉴定。一般亲子鉴定的准确率高达多少？高达这么多，99.99999。那么在司法上认可的话呢，是错误率小于100万分之一就可以得到司法的认可，也就是说司法上就可以肯定这是对的。那么如果有比方说你做了15个点的测试，如果有3个位点不同，100%否定。所以基本上在亲子鉴定其实是否定制，就是它的否定率是100%，有3个位点不同就一定不是他的小孩，100%。而这种短序列重复标记是鉴定几千年内遗传关系的特征标记。从以上亲子鉴定的实例分析，我们就更清楚亲子鉴定的原理，就是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去追寻亲缘关系。那编码的解码其实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它必须是相同的基因组，那么这个是前提，如果不是相同的基因组，你就
不可能找到相同的染色体、线粒体，更不可能有相同的位点、相同的序列、相同的遗传标记。所以亲子鉴定实际上更严格的说应该叫就是更准确的说应该叫亲缘鉴定。因为不仅仅是我们人做亲缘鉴定，你比如说像市面上有些不法的商人，他卖那个假的鳕鱼，或者是卖假的那个羊肉串。那当你做那个 DNA 的亲缘鉴定的时候，就很容易的鉴定出来，那么他们是不是相同基因组？因为羊和牛它不是同一个基因组，那一测就应该测定的出来，对不对？它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物种，所以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基因组，所以做亲子鉴定的一个前提必须是相同基因组。当然这个在我们人之间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人都是同一个基因组嘛。主要是动物或者是其他的动物之间，他们如果要做亲缘鉴定的话，你必须是相同的基因组。那相同的染色体，我们说过每一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我们在人的做亲子鉴定的时候，你在1号染色体上面找，那一定是另一个一定是相同的同号染色体。还有同样的线粒体，那当然线粒体人类也是只有一个相同的。这个但是其他物种的你在做的时候也要相同的线粒体，相同的位点。我们说过一码对一码，这个非常严格。还有相同的序列，相同序列，你比如说我们前面看的那个例子，它的序列是 TCAT。4个编码的序列，那他们在做这个亲子鉴定的时候，全部都是相同序列。那相同的遗传标记，就是说我们把8个重复序列，把它看成一个遗传标记。那在他父亲和孩子的相同的染色体上，一定要有这样的相同的位点、相同的序列。一定要有相同的遗传标记。所以这个编码的解码实际上就是进行一个编码的比较，进行比较看有没有相同的编码、相同的标记。那数学的分析呢，你必须是相同数目的编码序列，相同数目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TCAT，是4个数目的编码序列，还有5个的呀、3个啊、2个啊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数目必须是相同的编码序列。还有就是相同序列重复数，那8个重复、11个重复必须都是要相同数，因为你重复的数不一样，你整体编码也不一样。你如果是8个重复的话，4×832个编码。如果是12个重复啊，15个重复啊，那整个的编码数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在每一个码是一码对一码的位点，那这个差别就很大了。所以在编码解码中也有数学分析，在数学分析中也有编码解码，实际上它们是分不开的。亲子鉴定就是依靠的编码的解码，就是编码的比较，还有就是数学的分析，去追寻亲缘关系。所以它非常的严谨，非常的科学，也非常的有权威性。这就是亲子鉴定权威的所在。那我们再看这个图，这个是达尔文假想的一个物种进化图。他认为他从外观来比较，他认为像这些动物都是出自一个根。他因为不知道染色体，也不知道
基因组是独一无二的，他不可能了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以那是情有可原的，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些不同的物种，它们的基因组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当他们要做那个 DNA 的亲缘鉴定的时候呢，它首先你就是前提就是基因组不相同，你就不能做，因为你不同的基因组，你里面的染色体数不一样，染色体里面的编码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你看，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有的是64条啊，132条啊，78条，38条，42条，所以它的染色体数完全不一样，而且染色体数就是一样。你比方说，我们前面说过，这个金丝绒猴它46条染色体，我们人也是46条染色体。好这个数字一样可以吗？不可以，因为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不一样，编码数不一样，我们说过的，它的序列不同，它的信息不同，所以它长出来的形体也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每一个物种它们都有各自独一无二的基因组，它们相互之间是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是各从其类，它们不可能相互间有亲缘关系，也不可能有共组的关系，因为你如果要共组，你就必须找到你的共同的祖先的话，你就要用亲子鉴定来做。你有共同的祖先，你一定是有同一个基因组。如果你不是相同的基因组，你不可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个我们现在从亲子鉴定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下面请看小节，请看小节。